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播客，我是盼盼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，很高兴又在这个频道和大家见面了。陆哥，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啊。哈哈，是的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，我觉得非常轻松，也非常有趣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聊聊大家在学习中文时闹过的笑话。其实，每个学习外语的人肯定都经历过这种尴尬又好笑的时刻，这太正常了。对，我最近真的常常听到我的外国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学中文时的糗事，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犯错真的能加深记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一旦你因为说错话而觉得尴尬，那个词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。完全正确，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笑话讲出来，也是想告诉正在听播客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害他开口。对，语言就是用来沟通的，只要能交流，犯点小错根本不算什么。不过说实话，陆哥，很多人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说错话，别人听不懂，或者被人笑话。我能理解这种心理负担，尤其是中文，因为有声调的存在，有时候说错一个声调，意思就完全变了。对啊，这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。其实大部分母语者，当你听到外国人努力说你的语言时，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很感动，很想鼓励他们。没错，就算真的笑了，那也是善意的笑，觉得这种误会很可爱，绝对不是嘲笑。所以放轻松，盼盼，既然你最近听了不少故事，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个最经典的？好啊，这个故事可能很多学中文的人都听过，或者是自己也经历过，那就是去餐厅点菜的笑话。去餐厅点菜，难道是和中国最有名的传统食物有关？哈哈，陆哥你太聪明了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特别喜欢吃饺子，也就是水饺。有一次他去一家中餐厅，服务员问他想吃点什么，他想说我要一碗水饺。我好像猜到结局了。结果他大声地对服务员说，服务员，我要睡觉。哎呀，这在餐厅里可真是一个危险的发言。是啊，整个餐厅的人都转过头看着他，服务员也吓坏了，赶紧说，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餐厅，不能睡觉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声调错误。吃的水饺，水是第三声，饺也是第三声。对，但是睡觉两个字都是第四声，听起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关于声调，还有一个很经典的错误，也是第四声和第三声混淆造成的。哦，是什么词？就是提问题的问第四声和亲吻的吻第三声。天哪，我已经觉得尴尬了。如果有个人走过来想问路，结果说成了别的，那场面一定很精彩。没错，很多刚学中文的朋友想表现得礼貌一点，就会说，对不起，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但是如果不小心把第四声说成了第三声，就变成了对不起，我可以吻你一下吗？路人听到这句话估计会立刻跑掉吧。真的，这种小错误虽然搞笑，但也提醒我们，声调在中文里不仅是发音问题，更是意思问题。总结一下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，大家在练习时可以试着把词语连成句子一起读，有了语境，中国人就更容易猜出你真实的意思了。对，语境非常重要。就算你声调错了，如果手里拿着地图，说我想吻你一下，大家也知道你其实是想问路。盼盼说得对，多结合上下文去练习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除了声调，我觉得直接翻译也是一个特别容易闹笑话的重灾区。直接翻译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逐字翻译，这确实是个大坑。我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。虽然我是母语者，但我教中文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。有一个女学生，她的英语里很喜欢用 easy going 这个词来形容自己，意思就是随和、好相处。这在英语里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，那她用中文是怎么说的呢？她在字典里查了查，发现有一个词叫随便，于是她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当着所有中国同事的面说，
大家好，我很随便。哇，这也是个大笑话。我很随便，在中国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可不是好相处的意思。对呀，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，气氛非常微妙。后来我赶紧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真正用法。陆哥，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不能说我很随便？好的，随便这个词在中文里其实挺复杂的。如果用在人身上，说一个人很随便，通常是指这个人对事情不负责任，做事情不认真，甚至在某些语境下，它暗示一个人的私生活不够检点，比较随意。特别是女孩子，尽量不要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。是的，所以我那位学生用这个词介绍自己，真的是让大家大吃一惊。如果是想表达性格随和，应该用哪个词呢？如果想表达 easy going， 最准确的词就是随和。你可以说我性格很随和，或者我很好相处。我懂了，随和听起来就给人一种很温柔、很合作的感觉。那随便这个词，平时我们就不能用了吗？当然可以用，而且中国人日常用的特别多，但是主要用在做决定的时候。比如大家讨论中午去哪里吃饭，如果你不挑剔，觉得去哪里吃都可以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说我随便，你们决定吧。对，我经常对我的朋友说随便，在这个语境下，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挑剔，听你们的安排。所以语言学习真的不能只靠词典，词典只能告诉你表面意思，但背后的文化和语境还是得在实际交流中去体会。完全同意，遇到这种文化差异，其实也是学习中文特别有意思的一部分。说到文化差异，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好笑的场景，也是我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举的例子。哦，和什么有关呢？和赞美别人有关。在西方文化里，如果有人夸你，比如你的衣服很好看，你通常会直接说谢谢。对，这是很自然也是很自信的回答。但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，如果你直接说谢谢，有时候会显得有点骄傲，所以我们教科书上总是教一个词，哪里哪里。哈哈，哪里哪里，这确实是很多外国朋友最早学会的高级中文词汇之一。我的那个朋友，他觉得自己学会了哪里哪里，就非常兴奋地想用一下。有一天，他走在街上，一位中国阿姨看他中文说得很好，就夸他：小伙子，你中文真好。他肯定是立刻回答了哪里哪里，对吧？对，但他可能没搞懂这个词的真实含义。阿姨夸他之后，他很认真地指着自己的嘴巴，用不太标准的口音说：哪里？这里？用嘴巴说的。哎呀，他把哪里当成了一个真的在问位置的问题。没错，阿姨当时愣了一下，然后乐得哈哈大笑，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子太幽默了。其实哪里哪里这个词，现在年轻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用了，听起来稍微有点老派。我也发现了，如果现在有人夸我，比如陆哥你夸我今天衣服好看，我肯定不会说哪里哪里。那你一般会怎么回答呢？我可能会直接说谢谢，或者开玩笑地说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好看的，甚至可能会分享一下这件衣服是在哪儿买的。对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现代中国人接受赞美的方式也变得更直接、更自然了。如果想表达谦虚，我们现在更常用的是没有没有，或者还行还行。没有没有，这个词太实用了。我觉得无论是谁，只要学会说没有没有，马上就显得中文很地道。是的，比如别人说你中文真好，你可以连着摆手说没有没有，还在学习，这样既谦虚又很自然。没错，所以大家不用再去死记硬背哪里哪里了，试着用没有没有，或者干脆自信地说谢谢，都是没问题的。今天聊了这么多大家在学中文时闹过的笑话，其实核心想传递给大家的只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勇敢地去说，勇敢地去犯错，对吗？非常正确。语言的本质就是沟通，每一个声调错误、用错的词语或者文化误解，都是你通往流利中文路上的垫脚石。我觉得这些因为犯错而产生的有趣经历，以后都会变成你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像我就很怀念自己刚开始学外语，到处闹笑话的日子。所以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闹过什么好玩的笑话，
非常欢迎你把它写在留言区。对，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，也一起在笑声中学习进步。如果在听这集播客的时候有一些词语没听懂，也没关系。是的，大家可以去查看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，本次聊天内容的脚本可以从置顶评论里获取，对照着脚本再听一遍，效果会更好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觉得这些小故事对你学中文有帮助，请记得给我们点赞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做节目的最大动力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！大家再见，继续享受学习中文的乐趣吧。